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米。今天这一期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非常熟知但可能又很难处理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情绪会造成一定的干扰，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灵魂，可能不仅仅是承载了这一世的各种情绪，还包括就是过往世这个庞大的星光体里面所积累下来的各种情绪体，所以在处理的情况当中呢，就会复杂很多。但是呢，情绪这个东西呢，又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去避免的，而且呢，它多多少少会造成修行的进程的一个阻挠。特别是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段时间我已经各方面的能量都调整得非常好了，状态都很好，但是突然一波情绪袭来，然后就又打回原形，跌入谷底，变成嘤嘤怪。虽然我之前的视频有提到过，就是回到灵魂的状态，我们就可以不受情绪的干扰，可以去体验那种平静的静静流淌的喜悦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马上进入这个灵魂和禅悦的状态，而且呢，只要是还在这个地球上体验，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还要去跟各种复杂的情绪，来自于这种小我集体潜意识还有星光体的各式各样的人类的情绪所去打交道。现在呢，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去正面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就是去接纳它，看到它，沉浸式的体验它，最后释放完了以后呢，就是让它走。如果把自己看成一潭水，那么情绪就是偶尔泛起的涟漪，对水面的影响有大有小。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它们一定是暂时的。很多人在升起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的时候，都会抗拒它，会觉得我是修行的人啊，我怎么会有这样低频的想法和情绪？比如说嫉妒、气愤或者是愧疚。首先要正确的认识到，修行的目的并不是成天只是光和爱，修行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如其所示自己的每一个状态，再如其所示的去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真实永远是世间最高的能量，但要做到真实，就不可避免的要去直面和接纳自己的所有阴暗面，包括所有难以启齿的情绪。所以第一步是任何情绪，当然大多数时候是让我们困扰的负面情绪，接纳它们，承认自己当下这个状态正在升起这样的情绪，不对自己做任何批判，知道他们是生而为人的一个重要体验。当你压抑和不接纳他们的时候，可能表面上若无其事，但是其实只是好像把脏的东西扫到一块地毯下面藏起来，但是脏的东西它还在那里，并没有消失。而且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这些被压抑不被看到的情绪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长期发酵，最终积压到一定的时候进行爆发，那么可能就是毁灭性的后果，有可能是憋出严重的内伤，对自己反噬，造成严重的抑郁，甚至身体上的问题。也有可能这个情绪发泄到外部的环境里面的人和事上面，造成外伤。极度压抑后，如同火山喷发的毁灭性情绪，就造就了我们的心魔。修行的人很多都抗拒入魔，害怕魔的一面，其实这也是一种压抑。每个人都同时具备善恶美丑的方面，抗拒自己的黑暗面，就是不接纳真实的自己。而这个所谓的心魔，并不是什么妖魔化的洪水猛兽，它只不过是一个极度受伤的内在小孩，急需被看到、抚慰和理解。看到就是疗愈的开始。当我们顺利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后，第二步就是要去沉浸式的体验它。很多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行为就是放声哭泣。哭泣是一种很好的排解方式，在哭的过程里面，你跟随着这个情绪的韵律，去感受它带给你的每一份酸甜苦辣。这种时候要尽情的哭，我和我朋友有时候为了可以彻底的释放，还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加上氛围感，找一些触发情绪的背景音乐，故意去渲染气氛。除了哭泣，还可能会表现为焦虑、恐惧、烦躁不安。我有朋友会在家里面反复不停地走来走去，甚至随手涂画画。在不破坏任何设施和危及自身还有他人安全的情况下，任何排解的方式都是允许的，也可以快速帮你释放已经积压的情绪。但是不建议你去把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
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触发了自己的情绪，那就是那个人的错，进入受害者思维，会被情绪支配去讨伐对方。但是世间一切都是自己的镜子，如果被触发，一定是自己的内部有了问题，或者说是出现了能量漏洞，其实应该自己在身上找问题。那你怎么知道这些情绪都释放完了呢？那就是当你去回顾之前让你随时要引爆的情绪，或者引发这个情绪的人和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变得非常的淡，甚至呈现模糊的感觉。你再去听什么悲情的音乐，你好像都不为所动，这个就是这个情绪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除了这些你有意识或者说是什么特定的人和事触发的情绪，有时候我们在梦境也会去释放情绪。比如很多人都经历过，可能睡前还心情好好的，睡一觉起来呢就觉得很不舒服，隐隐约约的很郁闷，但又说不出来是为什么。那就是一般星光体在梦境的维度进行了这个情绪体验，因为这个情绪在3维被压抑了，如果梦里释放完了，一般就没事了，但是如果没有释放完，它还会在你的3维给你找契机去清理。这种莫名其妙不舒服的情绪，有时候还来自于集体潜意识，因为我们每个人也存在并且帮助集体潜意识在清理和释放情绪。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反反复复，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卡点已经解决了，但过段时间呢又打道回府。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不要沮丧，不要着急，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像我说过，我们的这个情绪体里面包含了太多很复杂的东西，它就像包洋葱一样，是一层一层的，可能这一层包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更深的这一层。总之还是接纳它，体验它，然后最后放它走。最后用一个形容来总结，如果灵魂是站在站台上的乘客，那么情绪就是一列列你面前飞驰而过的车厢，你可以选择上去其中一列，和它进行一个短暂的沉浸式的体验。但是当你能够回到灵魂的状态，去觉察它们的时候，你就不再成为情绪的傀儡。要明白，情绪只是你的内在小孩想要引起你注意的方式而已。